第1042章，一招。磅礴的灵魂力量犹如无穷涛浪般席卷天际，旋即带起一股异常可怕的威压，宛如闪电般的对着那紫袍老者暴掠而去。沿途所过处，空间震荡，一丝丝漆黑裂缝悄然蔓延。虽说灵魂力量乃是无形无色，但稍有实力者便是能够感觉到那种弥漫天际的恐怖威压。这种威压来源灵魂深处，令得人几乎有种颤速般的感觉。这一刻，场外的众多窃窃私语戛然而止，一些对萧炎先前举动嗤之以鼻的人，脸庞上的表情也是直接凝固，看上去显得分外滑稽。如今的萧炎在进入斗宗之后，若是论起炼药师等级的话，恐怕还真是能够达到7品等级，而且再加上他灵魂力量本就极为出色，想必即便是与一些真正的7品炼药大师相比，都是不遑多让。这等恐怖的灵魂力量一经施展，那威力自然是异常可怕。别说这曾修只是一名6品炼药师，即便他达到了7品等级，与萧炎战起来，鹿死谁手都是未知之数。赤火长老目瞪口呆地望着那席卷天际的磅礴力量，片刻后深吸了一口气，目露震惊地转向不远处的萧炎。一道嘶哑的声音带着许些难以置信，缓缓从喉咙中传出：7品炼药师。灵魂力量几乎是炼药师杖以生存的根本，因为只有了雄浑的灵魂力量，炼药师方才能够操控火候，将丹药成功炼制而出，所以灵魂力量的强横程度也与其炼药术相挂钩。在中州上，很多人辨别2名炼药师之间的差距，皆是从这灵魂力量上来区分。而这也是为何赤火长老在察觉到萧炎这股灵魂力量时，能够一口道破其炼药师等级。当然，在此刻的赤火长老心中无疑是翻起了惊涛骇浪，他无论如何都是想不到萧炎居然不仅真的是一名斗宗，而且还这炼药术上还有着如此之深的造诣。7品炼药师这般身份，即便是放在这中域中也是极具分量。要知道，这等级别的炼药师即便是在那丹塔之内，虽不敢说是巅峰地步，但也绝对是处于顶尖的存在。而且最令的赤火长老惊骇的是萧炎的年龄，一个如此年纪的7品炼药师，即便是以他的阅历，也是生平首次所见。这等在斗气与炼丹上的天赋，简直堪称近妖了。曾修那老家伙，这次怕是真的要倒霉了，居然还敢如此托大。心中为那曾修轻叹了一声，赤火长老脸庞上也是不由得露出一抹幸灾乐祸的笑意。对于前者的傲气，他同样是略有些看不惯，但碍于对方的身份，也只能对其略微客气。在赤火长老为那曾修叹息时，后者心中的悔意更是比他还要浓郁10倍不止。当然，不管是谁面对着那铺天盖地而来的磅礴灵魂力量时，都不会表现得太过平静。曾修的脸庞此刻几乎尽数煞白，目光也是隐隐透着一分呆滞与恐惧。身为炼药师，他对灵魂力量的感应也是更为敏感。那迎面而来的磅礴之力，让得他有种面对浩瀚大海般的感觉。这种感觉，他只在丹塔的一些长老身上感觉到过，而那些长老无一例外的皆是在中州拥有着莫大名声。然而，这一次给予他这般感觉的，却并非是丹塔的那些长老，而是一名看上去不过20几岁的青年。7品炼药师？怎么可能？身体微微的颤抖着，片刻后，曾修眼中猛地涌出一股疯狂的狠色。他绝对不相信，这看上去跟一个毛头小子没多大的差距的后辈，居然能够达到7品这等令他都是唯有仰望的层次。狠色涌现，曾修也是迅速退后几步。到了这种时候，他也不再管先前所放出的大话，一声低吼，一股雄浑的灵魂力量也是自其体内暴涌而出，旋即飞快地在面前凝聚成一片无形的灵魂障壁。小子，休要在老夫面前装神弄鬼！灵魂障壁凝聚而成，曾修也是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冷喝道。对于他的喝声，萧炎抬了抬眼，嘴角泛起一抹嘲弄。一名6品炼药师而已，也当在他面前卖弄灵魂力量，当真是有些自讨苦吃的意思。屈指轻弹，萧炎轻声道：去。一字落下，那席卷天际的磅礴灵魂力量瞬间凝聚，旋即在无数道惊骇目光中
居然闪电般的凝聚成一柄宛如实质般的灵魂铁锤，然后狠狠落下，重重地砸在那片厚实的灵魂障壁之上。砰！两者轰然相撞，一股惊人的波动顿时弥漫惹出，旋即如水波般的蔓延整个广场。一时间，广场都是出现了细微的颤抖，一道道裂缝不断地蔓延而出。咔嚓！灵魂重锤与灵魂障壁接触之点，一波波的无形涟漪急速扩散，而那曾修也是脸色涨紫，拼命地将灵魂力量调动而出，然后注入那灵魂障壁之中。破！萧炎伸出手掌，遥遥指向曾修，旋即指尖一点虚空，轻声冷笑。字音刚刚脱口，灵魂重锤之上能量陡然暴涨，旋即咔嚓之声顿时响起，一道道裂缝在曾修以及那满场惊骇目光中迅速地蔓延那无形障壁。砰！裂缝蔓延间，本就摇摇欲坠的灵魂障壁终于是再也抵御不住那恐怕的灵魂力量冲击，当下直接砰然一声，化为无数碎片爆裂而开。噗嗤！灵魂障壁爆裂，与之有所连接的曾修脸色瞬间一白，旋即一口鲜血喷射而出，而其身体也是如遭重击般倒飞而出，重重落地，在地面上查出一道将近100米的痕迹后，方才缓缓顿下。满场寂静，无数道目光呆滞地望着那倒在地上不知死活的曾修，一时间居然是无人开口。一回合，仅仅一回合，一名6品炼药师便是落败，而是还是败得相当凄惨，而造成这一切的人却不过是一个看上去20几岁左右的青年而已。寂静持续了片刻，终于是被一些抽冷气的声音打破，一道道目光带着许些火热的转向场中那连脚步都未曾前踏一步的青年。到了这种时候，任谁都能猜到此人的炼药师等级恐怕比那曾修还要高。曾修是6品炼药师，而既然萧炎比他还要高，那么答案呼之欲出，7品。唯有这等级别的炼药师方才能够在灵魂力量的比拼下将一名6品炼药师收拾得这般凄惨。这人居然是一名7品炼药师！无数人喉咙滚动着，眼中的神色近乎呆滞。7品炼药师，这可不是一般的重量级别，这种等级的炼药师即便是放进焚炎谷甚至丹塔之内都是绝对的顶尖存在。程耀等一干程家之人目瞪口呆地望着那躺在远处不知死活的曾修，半晌后方才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7品炼药师，想到这里，他们便是忍不住地打了一个寒战。这种存在的人要灭他们程家也算不得什么困难之事，只要他开口一声，将会有着很多超级强者乐意为其出手。7品炼药师的号召力无人敢质疑。这柳家何时结识了这等级别的炼药师？为何一点风声都是未曾收到过？程耀脸庞阴晴不定，心中念头飞转。7品炼药师已经不是他们这种家族能够请动的大人物，他怎么都想不通，为何柳家能够将之请来。在程耀等人对面不远处，柳晴、柳飞一行人也同样是微张着嘴望着远处地面上的曾修。对于他居然在萧炎手中连一回合都是支撑不下来，柳晴他们简直就是感觉有种荒谬的感觉，那可是6品炼药师啊。7品炼药师，柳晴身后的那2名白发老者此刻也是缓缓地吸了一口气，语气之中有着压抑不住的惊喜之意。这位先生居然是一名7品炼药师，族长，他真的是你朋友？听得2人话语中的那份难以置信，柳晴心头也是忍不住地浮现一抹得意。这2个老家伙虽说是族中长老，但一直以来对他当选族长都是有着一些成见，今日正算是借着萧炎的面挫了挫他们的锐气。心中得意，柳晴面上却是不动分毫，淡淡的道：若不是我朋友，难道2位长老以为别人会出手？闻言，2名长老也是尴尬的笑了笑，却并未回嘴。若柳晴真是有着一名7品炼药师的朋友，那对于柳家来说无疑将会是一件天大喜事。这位前辈，不知道这场比试可有结果了？萧炎袖袍一挥，那弥漫天际的磅礴灵魂力量瞬间消散，他望向赤火长老微笑道。听得萧炎的话语，赤火长老连忙将目光从远处那不知死活的曾修身上收回，
苍老的脸庞上浮现一抹难得的笑容，点了点头。小友实力超凡，胜者自然属你。呵，天皇城空间虫洞未来3年的掌管权将会归柳家所有。